言归正传，我们开始了。公司里龙不吟，虎不啸，小小牛马收到收到。工厂里官不究，民不报，亲亲韭菜割掉割掉。朋友们，过年好！今年你被灵魂拷问了吗？在哪上班？一月多钱？买房没有？啥钱结婚？网上有很多回怼方案，主打一个不好好说话，气死对方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们无法衣锦还乡的真相——牛马启示录。中国人的收入一直是个谜，一上网感觉人人月入过万，一上班个个把腿跑断。那么在中国，到底月入多少才能击败90%的人？月入1万又是个什么水平呢？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，中位数34707。其实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分城镇和农村的，不过我并不赞成这种隔离方法，原因我们后面细说。再说明一下，中位数必然小于平均值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甭管谁跟马云平均，都是亿万富翁。采用总体中位数算笔账，每月2892块2毛5。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，也就超过了全国一半人。不过以上信息颗粒度不够细，无法准确定位。别急，还有其他办法。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发布居民收入5等分分组数据，把所有调查家庭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从高到低分为5份，每组20%，代表人口约为3亿，大致相当于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5个组。参照这个分组数据再算笔账。非常满意的高收入组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9.5万，每月7921块。前面我们说平均值要高于中位数，所以这每月7921高于该组一半人，属于全国前10%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收入超过8000块，恭喜你击败了全国90%的小伙伴。请注意，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如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可以直接参考，但放进家庭里就得被平均。拿核心家庭举例，要是太太带娃，先生一人赚钱，那他这8000除以3，一人2600，全家就会直接掉进中间的一般组。现在很多人调侃说，不用羡慕别人，他只是结婚了，又不是过上了好日子。从收入角度看，也是成立的。此外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曾经分层抽取过7万个样本，数据显示，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以上的家庭仅有0.61%，5000到1万区间4.52%，而大部分家庭落在了500到1500元之间，占比40.71%。老规矩，翻译翻译，月入1万已经跑赢了99%的人，而月收不到5000的有94.87%那么多。那么中国居民收入放在全世界又是什么水平呢？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直接说答案。按当前汇率全部折合人民币，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，美国44万是中国的11倍，日本7.7万是中国的2倍。当然，衡量一个人幸不幸福，不光看收入，还得看支出。同为23年，美国人均结余7.7万，日本结余4.3万，中国人均收入3.9万，支出2.7万，人均只攒了1万2。再看人均收入和支出年增率，21年到24年这4年里，只有4个季度收入增速大于等于支出增速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确实赚得少，花得多。而且在疫情之后，人人花钱如流水，都已经来不及挣了。赚得少，花得多，咋办？方法只有2个，要么加钱，要么加班。加钱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加班倒是没人拦着。马云曾经有句名言，说996是一种福报。类似的还有886、007，都用来形容上班上到没了生活。那么996它违法吗？劳动法第4章第36条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，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。第4章第41条，因特殊原因延长工作时间的，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，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，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。第4章第43条，第一，日常加班支付1.5倍报酬；第二，休息日加班不能补休的，支付2倍报酬；第三，法定假期加班支付3倍报酬。结合法律条文来看，996朝9晚9一个对时，中间1个小时休息吃饭，剩下这11个小时刚好等于每天8小时，加上每日加班的3小时，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，摊算到每周不超过49小时就不算违法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996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。事实上，整个中国都是顶格执行的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，23年35个国际经合国家当中，中国劳工工作时长排名第1，平均每周工作49小时，年工作时长为2548小时。再看看其他国家，德国年工作时长1341小时，平均每周25.8小时，每天5.1小时；美国年工时1811小时，每周34.8小时；日本1607小时，每周31小时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中国人1年的工作时长，德国人要干2年，日本人要干1年半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在过去6年间，中国人的周平均工作时长不断增长，从18年9月的46.1小时增长到23年9月的48.8小时。从这个趋势看，突破50个小时大关也指日可待。我们的工作时间为啥越来越长？真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吗？
马云当年发微博改口挽回，说任何公司不得强制员工996。其实大家都理解他的本意，福报是说很多人还不如程序员，诸如建筑工人、外卖员等，不仅辛苦还自愿加班。所以你们这些白领要珍惜996的机会。命运啊！从个体竞争的角度上说，确实是这样。劳动者的敌人永远是其他劳动者。加班不仅多赚钱，还能把高学历同事挤走。但这就像网友调侃的那样，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因为环境就是他们搞差的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宏观经济的压力早就传导到企业和打工仔了。经济上行周期中，企业快速占领市场，高价砸钱雇人；而经济下行周期，降本增效的方法只有裁员和加班。相比加班，被裁员的人就更惨。根据清华大学21年一线城市出行调研报告，网约车司机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11.05个小时，每周平均出车时间为6.45天。中国社科院2022年社会蓝皮书显示，外卖员、网络主播、网络写手等平均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工作9小时。以上这些从业者属于主流声浪里的社会边角料，周工作时长普遍超过50个小时。那么那些正经的社会精英又会是怎么样呢？电商黑马拼多多2018年7月上市，上市3年便超过10几年的京东，5年后又超越了阿里，如今依旧稳占铁王座。能够造就如此霸业，拼多多靠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说靠压榨商家，有人说靠低价引流，对，但不全对。我们来看看真相。21年1月10日晚间，前拼多多员工发布一条视频说，因为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，我被拼多多开除了。视频内容是这样：第一，拼多多上海本部员工每月工作300小时，买菜员工每月甚至要上380个小时。第二，克扣法定节假日，比如20年中秋国庆8天假期，拼多多只放5天。此外，公司厕所坑位少，而公司的解决方法也很妙，是给每个坑位贴上催促标语。300个小时什么概念？整月无休，每天也得干10个小时。380个小时的买菜岗就更加离谱了。20年夏天，拼多多上线多多买菜，类似美团优选和淘宝的淘菜菜。根据另一个拼多多前员工爆料，10月董事长黄峥在内部说，买菜是个好业务，并号召全员开启硬核奋斗模式。硬核奋斗模式是说，从原先的996变成007，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没有休假。更奇葩的是，老板黄峥喜欢强调本分。于是每当员工工时达到300个小时，系统会自动告诉他，您已本分，您已本分，您已本分。硬核奋斗的大厂显然已经成为当今的血汗工厂，而这种连3和大神都恐惧的大厂还不止拼多多一家。根据经合组织数据，中国互联网大厂员工年平均工作时长已经来到了3600个小时，属于全行业遥遥领先。3600个小时啥概念呢？大厂员工干1年，德国人要干3年。不难发现，当下这个形势，饭碗远比加班重要，就连二舅也治不好精神内耗了。大家都只能主动参与内卷。内卷啥意思？内卷就是比烂。于是就出现了这2年的奇特景象：牛马在内卷，企业在比烂。其实早在2019年，众多中国程序员就已经在抵制996了，还建立网站996.icu 发起抗议，在 GitHub 上1小时就突破了1000行。该网站显示，按照劳动法规定，996工作制下，只有拿到工资的2.275倍，才能在经济账上不吃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1年1月3日晚，拼多多员工在麦麦上匿名爆料，一个23岁女孩因加班不幸离世。隔天后的1月5日，拼多多股价逆势暴涨，创下了187.2美元每股的历史新高。工作996，生病 ICU， 通过拼多多过劳死的案例，可以肯定996 ICU 绝不是空穴来风。而程序员猝死这个词条，这2年也不是什么新鲜新闻了。拼多多事件曝光后，知乎网友提问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加班猝死一事。拼多多官方知乎账号在提问下面回答说，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。一个用命拼的时代，这句话听起来很冷血，但他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，那就是中国劳工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24年12月底，多家媒体报道，巴西劳工部于当地时间23日，在比亚迪卡马萨里工厂解救了163名中国劳工，并要求工厂承建单位金匠集团停止施工。劳工部表示，这些工人处境堪比奴隶，住宿条件和饮食卫生都极差。由于空调拥挤，厕所少，工人为了赶上早晨5点半开工，不得不凌晨4点起床去排队上厕所。联合调查组还发现，中国劳工签署的出国劳务合同上，施工方规定每天工作10小时，每周工作7天，没有假期。搞笑的是，巴西联合行动组一共检查了5个宿舍区，但是只解救了其中4个，因为第5个住的都是高级管理人员，也就是领导。而领导之所以没被解救，是因为他们住宿条件太好了，没达到解救标准。哇，我一看这个新闻，心说这不另一个拼多多吗？严控卫生间数量，以防带薪出工，同时开辟高管专用卫生间，导致有员工实在憋不住，在小便池里上大号。这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啥叫硬核奋斗模式，不就是放下尊严，收获本分？除了以上这些，金匠集团还扣留60%的工资和护照。若工人提前辞职，意味着损失大半工资。收护照的理由是办理当地的工卡 CPF，
结果劳工部调查发现，这些被带到巴西的中国劳工入境签证非常混乱，甚至还有旅游签，根本不可能办理工卡。所以扣留劳工护照其实就是限制人身自由。事实也是如此，直到案发为止，劳工也没拿到这个工卡，证明公司从始至终都在撒谎。涉案的金匠集团也不是其他承包商，而是比亚迪的子公司。比亚迪近几年新建的厂房也都出自金匠手笔。比亚迪的公关也很有趣，先是放出摁手印的员工联名信，再派出公关经理李云飞发表了一通爱国言论，俩内容差不多一个意思，是说给中国劳工扣上奴隶帽子是国内部分自媒体里应外合，配合境外势力抹黑中国。既然这样也就罢了，揣着明白装糊涂呗，毕竟谁也不能把比亚迪怎么样。但愿经此一事，中国劳工的待遇能好一点。这件事儿让人深思的地方，恰恰是巴西劳工部的态度。同样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，他们为何要用解救和奴隶这样的词汇呢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根据卡马萨里当地建筑工会介绍，早在今年4月工厂动工之初，就收到了第一起劳工虐待投诉，随即进行了约谈。9月30日，劳动部匿名投诉系统又收到一条投诉视频，比亚迪工地一名中国工头公开殴打劳工同胞。接着更离谱的事情来了，12月1日和2日，连续2名中国劳工在工地发生安全事故，一人腿部骨折，一人手指重伤，而建筑工会的领导层全程监督了这2起工伤救治。显然，没有足够的安全防护和医疗服务是建筑工会难以接受的关键隐患。同样是金匠集团的劳工，他们还雇佣了470名巴西人，但巴西劳工的生活环境、工作强度以及合同都和中国劳工完全不同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巴西人面前懂法，却在中国人面前知法犯法。比亚迪巴西工地奴役丑闻曝光之后，一部福耀玻璃美国工厂的纪录片也在网上热传。视频中，中国高管们在会议上说，不能强制美国人加班，但对中国人无所谓。意思是我对付不了美国人，我还不能欺负同胞吗？哎，你看，登陆美利坚还是在作奸。类似拼多多、比亚迪和福耀玻璃这种公司，管理手段都非常野蛮，无时无刻不在宣扬军事化管理，实际干的却是监狱化管理。脑袋里永远想着冲业绩、赶进度，嘴巴里永远喊着打硬仗、攻山头。往高了说是革命浪漫化，往低了说就是包工头思维。都知道包工头这个词儿来自土木建筑行业，这个行业甭管资质高低，到现场一律开启硬核模式，工作环境差、管理水平差、从业素质差，这些都是标配。包工头怎么赚钱呢？简单来说，中了标也拿不到钱，还得自己垫款，到最后不是拖欠工资，就是商票白条，始终见不到现金。可怕的是，当拼多多和比亚迪这种科技产业也染上包工头思维，那后果必然是用便宜人卖便宜货。就在中国劳工被解救的同时，比亚迪发布了新款车型腾势 D9， 官方主页写着定金膨胀2000抵1万，按揭购车不光零首付，分期更是来到84期。还有网友帮着算账，一款比亚迪秦39800，各种减免补贴下来，1个月只要98块月供，比电话套餐还便宜。这车卖的就好像说，你快来把我这便宜占了，今天不占，明天可就更便宜了。问题来了，拼多多、比亚迪让地球人都用上便宜商品，难道不是造福人类吗？商品便宜当然是好事，但是这些折扣都来自压榨劳工和供应商。24年11月26日，比亚迪供应商爆料，比亚迪的副总裁何志奇向供应商提出减价10%的要求，理由是25年要进行大决战。另有供应商也爆料，比亚迪账期长达9个月，是其他国际车企的2到3倍。压着供应商账期，拿着钱再生产，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？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哪天比亚迪变成第2个恒大，我也不觉得奇怪。你看，虽然消费者占便宜，但是整个产业链的劳工都在遭受无情压榨，而整个行业也将因此陷入低端竞争的死胡同。竞争的第一要务是公平，一家公司没有底线，会导致全行业有样学样，最后大家一起完蛋。所以我认为，损害劳工权益这事儿虽然不比添加苏丹红和3聚氰胺恶毒，但本质一样卑劣。宏观上来说，996所代表的加班文化，说压榨都简单了，其实就是倾销。这种行为必然重创整体效率，造成全民财富缩水。前阵子流行中美网友对仗，给小红书带来了泼天流量。其实中国一直都是割裂的，一半在小红书的帖子里，时尚、健身、City Work， 出口必说原生家庭和情绪价值；另一半在拼多多电视机的买家秀里，这些300、500的液晶电视，买家倒也没必要秀，主要是上传图片能返3块钱红包。小红书秀的是比亚迪超过了特斯拉，拼多多秀的没准就是中国劳工的家。从韭菜到牛马，从牛马到人矿，中国劳工的变形记从未停止，现在连活物都算不上了。下一步会是什么？矿渣吗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人民政协网报道，21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表示，当前中国的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、监管失序、工会失灵的状态。好，既然内行人已经说了，企业失控、监管失序、工会失灵，那咱们就一条条过，开启真正的牛马启示录。
首先聊聊企业失控。试问996真的能提高产出吗？并不能，因为大家会摸鱼应对，加班到9点骗一顿饭，到11点再骗个打车费。其实996的核心是衡量标准出了问题，企业根本无法评估员工的劳动成果，所以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，只能用工作时长来衡量。说直白点，老板需要安全感，而员工加班能给他安全感。那么怎么正确衡量工资和工时呢？这里引入一个变量，工作效率。老话说3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，反过来看，雇一个效率高的花1万，和雇3个效率低的一人3300，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工资应该尽可能跟效率挂钩。事实上，缩减工时反而能提高效率，一些优秀的大公司甚至把休息时间认真休息作为美德。说白了，我不支付你低效率工时的报酬。那啥是高效率工时呢？答案是8小时工作制。8小时是一个损益平衡点，过了这个平衡点，必然损失效率，造成双输局面。和8小时组合的还有周休2制度。在日本，最先实行周休2的是松下。这位松下先生当初逆流而动的理由是，美国人也休息，赚的还比日本人多，所以只要效率高，工作时间并不重要。经过历史和时间检验的周休2，如今仍在优化。冰岛政府在15年推动公务员周休3实验，结果证明效率并不会下降，员工反而因为休息多，工作更出色。这一次，松下依然敢为人先，成为日本第一个引进周休3的公司。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公务员人力不足的问题，也在积极推动这项政策。反观中国劳动法规定周休2 8小时，还是很有先进性的。那么假设企业遵守劳动法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直觉上会发生2件事：第一，成本上升，盈利下降，无力承担税收和社保基数；第二，为了规避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，大量使用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。前者是政策，后者是对策，所以2个事儿其实是一个事儿，不约而同指向税收和社保。16年，玻璃大王曹德旺接受第一财经采访说道，中国制造业成本高，是因为中国税负比美国还高。而这个曹德旺正是前面那个福耀玻璃的老板。根据世界银行排名，2016年所有国家和地区平均总税率为 40.6%， 而中国总税率为 68%， 远高于平均水平，位列世界第12。总税率是指企业税费占利润的比例。根据报告，中国总税率 68%， 包含利润税率 10.8%， 劳动力税率 48.8%， 其他 8.4%。所谓劳动力税率是指社保缴费占企业利润的比率。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伟光认为，虽然社保五险一金被当作职工福利，但高达 48.8% 的占比会损失企业当期利润，本质上就是一种税。按理说，社会保障缴费高，说明居民福利好，可现状大家也看到了，社保主要保医保，医保主要保中医，形成了一种低智商高风险的保障体系。我读资料读到这块头都麻了，这不就是人头税吗？原来人力资源是一个金融名词儿，我们这些牛马本质上跟古罗马的决斗士也没什么两样，再怎么人高马大，说到底还是奴隶主的财产。了解了企业失控，我们来看看监管失序。中国劳动法自1995年1月1日起实行，到今年整整30周年，子法劳动合同法也已经17个年头。做这个专题，我把2本条文都粗粗读了一遍，字不多，劳动法8000来字，合同法12000。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，这2部立法的核心都选择站在劳工一方，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。那为啥还有企业不守法呢？第一，劳动监察不在场。由于中国众多行业有准入限制，以便维持国企和地方扶持企业的垄断地位，这就导致中国的营商环境比其他国家更为激烈。人家把创业当竞赛，我们把创业当战场。生活中也经常听人说，只能赢不能输，因为战场只有你死我活。第二，改革开放头30年一直主张经济优先政策 ，GDP 大过天，所以允许企业步子大一点，动作猛一点。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权威逐渐让位给商业利益，因此企业并不在意用工规范。你跟他谈理想，他跟你谈现实；你跟他谈工资，他跟你谈奉献。第三，法律条文是一套，判决是另一套。我们都知道，海洋法系没有成文法典，判例分量非常重。大陆法系拥有完整法典，所以判例没什么约束性。但是中国既有法典，也看判例，颇有些双重施法、掉血就算的感觉。比如下面这个案例：扬州市邗江法院一起劳动诉讼中，员工因拒绝加班被判赔1.8万。被告员工常学红、石继美是扬州群发公司检验科职工，他们在公司交货日头一天拒绝加班，造成公司损失12万违约金。尽管拒绝加班当天是个礼拜六，群发公司依然以擅自离岗为由辞退了他们。被公司开除后，2人申请劳动仲裁，获得赔偿共计8.28万。群发公司觉得冤枉，反手又将2人告上法庭，要求他们赔偿那批货物的违约金。原因是常识2人知道合同快到期了，拒绝加班是为了要挟公司续签合同。这个要挟用的就很妙，上班上的跟宫斗似的。案卷里说，2人合同即将到期，公司并不打算续约，但依然要求他们加班。既然公司不打算续签，是不是应该提前1个月告知员工，把应该支付的赔偿款准备好，安抚员工踏踏实实工作，认认真真交接？
法院的判决更有趣，一审判决的文书里写道，公司生产任务紧迫，常使二人对单位风险听之任之，毫无半点主人翁意识，对损失负有一定过错，故应承担相应责任。我们看这前词造句，毫无半点主人翁意识，就差没说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了。显然，法庭在这桩案子当中，只想做一个和事佬，各打50大板，但牺牲的却是法律的尊严。两名员工相对于公司处在弱势一方，要是没有劳动仲裁，他们连赔偿都拿不到。结果法官一抬手，倒赔18000。公司就更搞笑了，毫无用功法律知识，把公司开成了工地，最后搭上违约金、赔偿金以及8场仲裁和诉讼的律师费，赔了个底儿掉。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诉讼，更要追求惩恶扬善、定分指正。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，既不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刻在铜表上，而是刻在人的心里。南京彭宇案判决之后，中国再也没人搀扶老人了。这个劳动争议判决后，还有人敢拒绝加班吗？不夸张地说，这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历史性倒退，也难怪网友调侃：辛苦普法几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如果连法律都无法保证劳工权益，那就只能掀桌子了。只有这样才能拿回议价权。这方面最有经验的，当属革命老区法国。法国人见到示威游行的，不管他在抗议什么，不由分说的就上去支持一下。理由也很简单，就是说如果我哪天也需要维权了，也会有人不由分说的支持我。法国经常罢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，比如反对改革特殊退休制度等等。二战以后的6次大罢工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几乎每年都发生一次大规模罢工。日常的小型罢工多如牛毛，说句见天罢工都不过分。罢工成果也非常显著，几乎每次都是工会胜利，政府妥协。在中国，由于政治因素，从政府到民众似乎都很忌惮罢工。当我读完法国罢工的资料，惊奇地发现，罢工游行其实也可以很有秩序。这里我就分享一下有关法国罢工的具体规定。第一，罢工期间没有工资拿。第二，罢工必须完全停止工作，消极怠工不受法律保护，老板可以开了你，所以要不就别干，要干就干彻底。第三，自由原则第一，罢工者可以随时随地停止工作，有权在最忙的时候突然撂挑子不干，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人愿意工作的自由，不得强迫他人停止工作。第四，工会经常领导罢工，但是没有工会领导也可以罢工。第五，罢工是集体行为，但并不需要集体中的所有人都参加，实际上2个人就行。如果1个人呢？很遗憾，你不是集体。第六，当大部分罢工者选择复工时，剩下的少数人仍然有权继续坚持。第七，公民不能出于政治原因罢工，通常都需要经济上的借口，比如我不能因为讨厌马克龙而罢工，但我可以说马克龙应对疫情经济危机不利，我今年没涨工资，所以我要罢工。第七，声援性罢工并不总是合法。同企业或者同行业的人可以互相声援，但是铁路工人如果声援大学食堂师傅，合理性就需要进行论证。第八，罢工时间没有明确限定，长达几周都是家常便饭。第九，游行总体上很安全，线路和时间都会详细设定，也会有警察叔叔保护。法国人民热衷罢工的想法也很率真，那就是你不让我罢工游行，必将削弱我的维权能力，这对法国的长远发展很不利。这份率真放到中国也一样。不是企业违法影响社会，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，企业才能不违法。听起来有点绕，简单点说就是社会正义的因才能结出遵纪守法的果。其实牛马们也一直在追求正义，比如发明躺平摆烂这类词汇来平替非暴力不合作。不过参照革命老区的经验，反抗也要按照基本法，要分清消极怠工、不加班和不努力的区别。消极怠工不受法律保护，不加班是合法权益，而努不努力完全是个人选择。工贼这个物种确实存在，其本质就是生产力倾销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休息也是生产力的再生产，所以不要憎恨他们，而是要帮他们开悟，在奋斗和内卷之间也找到一个平衡点。简单总结一下，中国牛马遍地的原因，的确来自企业失控、监管失序和工会失灵3方面实体，分别是企业、政府和劳工，而实体之间合作的规则就是内部充满理想的劳动法。可是现实总能战胜理想，导致大家都裸奔在丛林社会里。网络上有张流传很广的图片，革命导师马克思说，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，所以剥削来源于资本。人类之光马斯克说，没有权力撑腰，资本只会讨好顾客和员工，哪敢肆意妄为，所以剥削来源于权力而非资本。马克思这话好理解，白居易1000多年前就说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再缩短点叫唯利是图。不过马斯克这话倒是提醒我们，人民要时刻警惕权力，因为权力机器不是生产，但它的所有资源都来自劳动者和经营者。这话不知道是不是马斯克说的，反正很有道理。其实我认为他俩这话都有偏颇，因为资本与权力合谋，对于人民来说才是最可怕的情况。比如改革开放之后，各地为了招商引资，展示最多的优势就是低人力成本。根据人社部数据，中国最低工资从2006年有数据以来的690块，到21年维持至今的2590块，共计翻了3.75倍。
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06年的2.75万亿美元到24年的18.2万亿美元，一共翻了6.6倍。从数据上看，中国的快速发展仅仅解决了把饼做大，却没能缓解分饼不公。这就是秦晖教授所说的低人权优势。所谓低人权优势包含两部分，其一是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，其二是人为压低人力、土地、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。低人权优势虽然是优势，但副作用也很明显，那就是既无心公共服务，也不保护个人权利，最后得利的永远都是同一波强者，吃亏的永远都是同一波弱者，属于一根萝卜两头切，一根蜡烛两头点。过去10多年，中国靠着低人权优势，一头吸纳全球资本，另一头输出低价商品，从而形成了惊人的双顺差，妥妥的双赢赢2次。到头来，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钱，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。可见低人权优势极易导致国际秩序崩溃，不仅是国人之祸，也是世界之祸。事实上，这件事已经发生了。有兴趣请回看中美贸易战那期节目。了解了低人权优势，是不是觉得劳动法有点多余？企业要靠压榨劳动力获利，政府要靠企业获取税收，两者都没有动力保护劳工权益。所以，要想真正解决奴役问题，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公民地位，这样才能避免被权力和资本当成耗材。提起公民地位，我们回到开头遗留的问题：为啥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分为城乡两部分？1999年第9期财经研究刊载了一篇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，作者刘小斌当时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的副教授。文章说，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法定隔离了城市与农村人口的身份，这道无形的篱笆严重阻碍了劳动力流动，增大了城乡收入差距。究其实质，户籍制度是一种国民歧视政策。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。刘教授管这个结果叫做隐性分配差距的显性化。我还是翻译翻译吧。李雷和韩梅梅虽然是同学，但李雷是农村户口，上学要交借读费，结婚买房必须全靠收入，因为他家村里的房子不能折现贷出来。而韩梅梅一出生就是城里人，不仅上学没有借读费，买房还能用爸妈单位的福利房去置换。虽然我不同意人天生就是牛马，但是很遗憾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悲壮的现实。2016年，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算是对隐形屏障的一次破除，但户籍制度因为土地财政还在继续，仍然根深蒂固。其实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曾经也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短线救市政策，可它分别引爆了土地财政、银行信贷和内部需求，尤其是强大的买房需求，一经点燃就炸了20多年，炸出了城市化，也炸出了中国奇迹。为啥会炸？因为买房就能当上城里人，这让广大农村的牛马看到了希望。可见，大国只是中国的面子，而牛马才是中国的里子。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中国经济靠着牛马改命的契机，走出了一条叫铁公鸡的康庄大道，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。路径依赖就像吸毒，一旦吸了，根本戒不掉。企业和政府都一样。中国为啥没有全球连锁餐饮？为啥没有世界级的服装品牌？因为管理是门技术，不是统治的艺术。打造品牌是一种管理行为，需要大量资金、时间和先进的管理制度。而中国企业吸了低人权这口毒，学会了奴隶化生产，再也没法进步了。此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想着找更便宜的奴隶。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经常让我半个小时都不回来，有些人上班玩手机，有些人上班看着睡觉。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被我抓到的话，罚我2000。实际上，人口的确是一种高级的地理资源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调侃的人矿。不过和石油稀土相比，人口这种资源它有自主意识，不能过分开采。要是用低人权过分开采，一定会导致人口结构崩塌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。日本的战后一代普遍信奉为公司出生入死，于是便发明了过劳死这个词儿。早年间，很多大企业甚至还专门修建企业墓园，用以告慰奉献终身的员工。据统计，仅1989年，日本过劳死的人数就有1.7万人，比当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还多。那是日本的黄金年代，也是过劳最严重的年代。可是，一代努力一代爽，代代努力不生养。日本在过劳的冲击下，迅速进入超老龄社会。为啥？因为年轻人看倦了牛马父母，受够了牛马家庭，只想过个低欲望日子。所以996和过劳一样，都属于天然的安全套。出生人口是国运，就业人口是民生。回看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，就算大家立刻开始守法，也很难解决基层萧条的问题。政府部门忙着化债，不仅不能少收税，还得成立警税作战中心。家庭部门忙着还贷，有班上总比失业强，能加班甚至还是核心竞争力。企业部门就更悲催，很多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挣的本就是那份出口退税，其余的不管做啥都要被平台经济抽成，做餐饮被美团抽，做袜子被淘宝抽，做家电被京东抽，不做线上还得被房东抽。发现了吧？政府、企业和牛马三方其实早就已经锁死了。有出路吗？没出路，要么卷，要么死，要么卷到死。
解决方法嘛也有，就是在最低工资和社保税收当间也找到一个损益平衡点。就宏观经济而言，必定是先有求再有供，而非先有供再有求。如果最低工资太低，居民没钱消费，就无法提振内需；如果企业税收太高，劳工被迫996，造成产能过剩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味压榨牛马，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和消费疲软，使经济陷入萧条。毕竟牛马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生产还是消费都在这24个小时里。所以当务之急是企业少花钱，员工得实惠。做法也很简单，提高工资抵扣企业所得税的比例，将社保企业缴纳部分放入员工个人账户。但一出事儿就靠国家，国家不还得靠你？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·亚当斯曾说：“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，我的儿子才有去学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。我的儿子应该学习数学、哲学、地理、自然史、造船、导航、商业和农业。他的孩子才能获得权利去学习绘画、诗歌、音乐、建筑、雕像、知绘和鉴赏瓷器。”亚当斯和华盛顿同为开国元勋，但在那个奴役合法的年代，他从未买卖过奴隶。可见他早就发觉罪恶可以积累，荣誉和功勋同样可以积累。所以我认为，中国人要想避免奴役之苦，就必须像亚当斯说的那样，不断学习政治、经济和战争。好，接下来进入互动问答。网友 Wyatt， 请问经济环境下行，无负债有存款的普通人如何安稳度过？无负债有存款，你比大部分人都安全，做到细水长流就好了。网友杜世元说，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，对未来充满了失望。的确是这样，这几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非常的不乐观，而且整个市场都在萎缩，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去训练自己的能力，这对他们未来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大麻烦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的找到训练自己的方法和路径。虽然岗位和机会变少了，但是这个社会上还有大把的牛人，他们现在有大把的时间，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学习和结交。杰米杨说，本来就面临着房子卖不出去，没钱结婚的情况，看完了你的视频，感觉整个中国没救了，婚也没戏了。短短2句话，我就体会到了你的困境。房子卖不掉，肯定是有巨额的负债；没钱结婚，就是说这个负债已经压得你没法生活了。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你要挽救自己的心态，生活还要继续啊，朋友。网友菲舍尔说，上了10年班，总结赚钱就是捞偏门。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已经聊了，社会正义才能结出遵纪守法的果。佛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共业，意思是大家所有人的业力造成了一个共同承担的结果。这就像空气污染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污染，但是每一个人也在抱怨空气被污染了。置换到赚钱只能捞偏门这个事情上，其实我的困境和你是一样的，我们只能克制住自己，不去捞偏门，用自己这点微薄的业力去影响整个社会的共业。以上这几个朋友的所有问题加在一起，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，那就是信心崩溃。我觉得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略，就是我们关注所有的信息，关注这个社会的走向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我们自己的人生。虽然说政治经济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，但是我觉得并不必要把自己跟一个大的趋势去绑定。在这里我分享一个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。这个理论把我们人的所有需求分成了几个层次，最下面一层是生理需求、尊重的需求、认知的需求，这2种需求这2年被广泛的讨论。再往上是审美需求，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能认识到美是什么东西已经很难了，而能够从美当中分出区别，获得快乐，这是更高层次的一种能力。再往上是自我实现的需求，这是每一个现代人共同的追求。我们从小就被问长大想做什么，而那个你从小就定下来的目标，就是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。我们看，人有这么多需求，我们在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困难重重，但是满足之后又会获得无比的幸福感。所以只是经济变差，环境变差而已，为什么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呢？另外就是说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抑郁焦虑，因为天塌了有个大的顶着，那些说了算的人就是个大的，他们比我们更应该焦虑和抑郁。我们只需要忙完自己的事儿之后，闲下来以一种审视的态度看着就好了。网友深江水寒说，劳动力也是商品，而且是最容易被通缩打压价格的商品，所以最明显反映通缩的指标是工资水平和就业率。说得很透彻，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说，产能过剩的同时，劳动力也过剩了，就业率翻过来就是失业率。我们这个失业率统计就很有意思，灵活就业的不叫失业，农村户口有土地的也不叫失业，单位没给开辞退证明的也不叫失业。那么这个失业率其实是人为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的。网友崔帅说，产业升级只能靠自由市场，这个论证不太严密，而且有点武断了。您批评的对，我写稿子为了简洁一笔带过，没想到被您慧眼发现了。牛马启示录这期节目上面我们已经聊到了
产业升级需要哪些要素？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企业管理制度。比如说，中国企业为什么没有做出世界一流的服装品牌？首先，在过去全球化红利时期，每天都有新渠道，3、2、1上链接就能卖货赚钱，根本没人花钱去做品牌。其次，产权保护基本没有，你今天开出一个版卖得好，明天市场上就会有10几家去模仿，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打造一个品牌其实是一种管理行为，一个高效的管理模式，再加上敏锐的市场嗅觉，才能精准地把握潮流，快速设计出迭代产品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还不能吝啬时间和资金的投入。这种管理水平，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并不具备，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，而是前面我们所聊到的路径依赖奴隶化生产。网友 Steven 陈说，10几年前我在天涯提过这样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羊圈里的羊都在讨论，当下牧羊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，怎么样才能让羊圈发展得更好，我们现在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？因为羊总觉得牧羊人是要靠自己才能活下去的。问题是，如果牧羊人正在想着把羊圈的羊先杀掉80%卖肉，再看看情况，实在不行全杀了，我去镇里打工也饿不死。这个寓言故事我听懂了，那我也来讲一个故事吧。我这个故事是真事儿。曾经有一个动物园养了许多只东北虎，我们都知道东北虎以凶猛著称，所以引得各地游客络绎不绝。但是这个动物园的东北虎实在是太凶猛了，以至于所有的游客带着孩子去参观的时候都提心吊胆，结果就真的发生了悲剧，老虎咬人的悲剧。第一次咬人，管理人员过来射杀了老虎，可是好景不长，又发生了第2次、第3次，直到这个动物园因为伤人事件濒临倒闭的时候，大家才终于知道真相，原来是饲养员涉嫌贪腐，压缩了老虎的口粮，导致老虎跟老虎之间都对不上账，最后老虎只能跟游客去对账，结果就发生了接二连三的老虎伤人事件。后来呢，这家动物园倒闭了，饲养员也失业了，但是这些老虎呢又被其他经营动物园的公司接手。这一次大家都吸取了教训，再也没有人压缩老虎的口粮去虐待老虎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持续支持我的老朋友，感谢近期订阅的新朋友，耶律律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